俗话说啊，外行谈战术，内行看后勤。虽然一谈到海军舰队，大多数人在乎的是强悍的作战舰艇以及所装备各种攻敌百里的飞弹、火炮等武器，但是作为作战舰艇，要想远洋四海长距离航行，就必须有良好的补给舰，随时可以补充资源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台湾海军新一代的磐石号补给舰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而且该舰还是台船公司打造的最大型水面舰，对于未来台湾海军的造舰计划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台湾海军最大吨位的军舰磐石号油弹补给舰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台湾海军主要的补给舰是 AOE53051号军舰，该舰162米，最大排水量17000吨，于1990年正式服役，成为海军不可缺少的后勤角色，也是每一回远洋敦睦舰队的旗舰。虽然51号自服役起就一直传出有或多或少的操作问题，但仍服役至今。然而一旦51号进港修理，不管是例行维修或是遭遇故障，那么海军远洋作业就会大受影响。况且该舰也已经服役超过20年，进入役龄后段，加上台湾海军一直缺乏补给舰艇可供轮调，也因此影响舰队的行动力。因此海军一直都希望有第二艘补给舰可以作为轮替的角色。2009年，海军正式编列56亿台币的预算，建造新一艘油弹补给舰，并由海军造船发展中心来设计，称之为真翔计划。在当时，媒体也多以真翔舰来称呼，但其实那时候该舰并未命名。在2011年1月底，台湾国际造船击败庆富造船与中信造船集团等对手，获得油弹补给舰建造竞标案，并于2012年12月21日开工建造。虽然造船过程中传出了一些插曲和意外，比如2014年3月31日，台湾高雄厂一座起重机因强风而受损，延迟造舰进度，又或者管线工程被爆出电源管线与讯号管线不能并列，必须重新施工的问题。但是台船公司仍然在2014年底将军舰完成，并在2015年交付给海军，以花莲磐石山为名，称为磐石号。磐石号油弹补给舰外形上纳入了逆踪考量，具备向内略为倾斜的船体，因此较51舰外观更为简洁。补给装置设计与51号相同，同样是左右舷各2具液态油水传输装置及1具高速自动传输梭车，在航行期间能同时为两侧各一艘船舰进行油料与弹药物资的补给。此外，舰尾设有纵向的加油装置，磐石号的舰首甲板与舰中各有一对起重机，用来装卸物资。右舷舰身中段增设一座车辆出入口，使补给舰除了一般油弹补给外，也具备了额外的运输功能。磐石号油弹补给舰舰长196米，舰宽26.8米，吃水7.9米，标准排水量10371吨，最大排水量20630吨，最大航程8000海里，最高航速23.7节，比51号还快上2节，显示出它青出于蓝的实力。动力系统为4台柴油引擎，发电机为4台开拓重工柴油发电机，编制官兵165人，单艘造价47亿新台币。磐石号的武器装备有2具博斯福40毫米70倍镜快炮，2具 MK15 方阵近排武器系统，1具 M54 海丛树防空导弹发射器，2具 T75 20毫米机炮，2挺 M2 勃朗宁重机枪。雷达电子方面有KH3200 平面搜索雷达以及 SW26 电侦系统。虽然磐石号的主要任务是为作战舰艇补给油料、弹药、物资，不过它的设计也考量到对国内外人道援助的可能机会，因此舰上设有相当于野战医院的医疗设施，包括诊疗室、手术室、3间病房、牙科室与负压隔离病房，合计共有15张病床。舰上野战医院设有血库、输血设备、血液分析仪、超音波、移动式 X 光机等设备，可执行外科手术。负压隔离病房为独立空调负压病房，提供需隔离的病患救治，避免病患与病患间的交叉感染。牙医室则配有牙科治疗椅、牙科 X 光机、洗牙机、牙科 RO 净水机等设备，以及各种牙科器械及材料，可执行相关牙科治疗。由于磐石舰是目前台湾海军吨位最大的船舰，甲板与机库可以各停放一架33吨直升机，如 CH-53E、CH-47D、S-70C 等，可执行垂直补给。官兵寝室与生活空间相对其他的舰船较大，舰上还有健身房，可以让官兵锻炼身体，还有娱乐室，设置影音设备。相对于其前辈51号，磐石舰有着很大的进步。该舰充分吸收了51舰缺少直升机库的缺点，大力修建了面积巨大的直升机库，
由于此前5.1号直升机甲板的设计问题，直升机的使用一直备受困扰，因此磐石舰舰尾配备后甲板，可以起降包括 CH-47在内的对岸现役各款直升机，有助于提高垂直补给能力。相比于5.1舰，磐石舰特别设计有侧门跳板，能够发挥类似滚装船的作用，便于小型车辆快速从港口进入磐石舰，提高装卸物资的效率。对比5.1舰，磐石舰的舰体和上层建筑的引申设计是二者在外形上最显著的区别。磐石舰的舰体有着明显的折线，上层建筑都有着一定的倾角，相交面上采用圆弧过渡，以及塔形桅杆等设计，都在体现着降低舰船的雷达反射截面积上的努力。磐石号综合补给舰上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在外部的改进，毕竟现代化的大型综合补给舰，其内部结构是十分复杂的。综合补给舰要保障运输的数百吨甚至上千吨燃油、弹药的储存、转运输送的安全，这就需要大量的管线、电梯以及吊车等，需要在总体布局、舱室划分、管道布设、通风换气、消防水淋等方面进行整体考虑。这些设计内容不仅要有坚实的舰艇设计基础来保证，还要有丰富的海面补给经验，而台湾海军这两方面都比较缺乏经验，因此在磐石号的内部结构、运输补给系统上，延续此前美国提供的5.1号上的设计，也是情理之中的。磐石号综合补给舰的入役，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台湾海军舰艇编队的后勤保障需求，为敦睦远航、远海护航、远洋训练等提供更大的灵活性，提高台湾海军的远程机动作战能力。但该舰最出名的一次事件，却是发生在2020年新冠肺炎的疫情中。2020年3月5日，磐石舰带着2艘作战舰岳飞舰和康定舰，组成了一支敦睦舰队，远赴2000公里外的台湾邦交国帕劳访问。由于磐石舰足够大，因此舰上还捎带着一批军校学生做毕业旅行。3月15日，这支敦睦舰队结束访问，从帕劳返台。4月9日停靠高雄左营军港。根据台湾的相关规定，舰船必须在海上独处30天，然后船员才可以离船上岸。因此，这支舰队即便停靠在了军港，也只好继续封闭至4月14日，满1个月才解除管制。在官兵陆续上岸之后，就出了大事儿。其他2艘同行战舰是没有问题的，最大的磐石舰的船员有人被检查出患上了新冠肺炎，开始是3人，然后是24人，再然后是27人。疫情的爆发把台湾的防疫工作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，台湾全岛震惊。除了患者送医院治疗，台湾军方紧急将磐石舰的其他所有船员召回，分别安排在几个地方集中隔离。直至4月底，这场磐石舰疫情感染风波才终于止步。不管怎么说，磐石舰是在台舰台造的政策下打造，性能是比较先进的。特别是磐石舰采用的引申化设计，符合当前军舰发展的方向，具有承前启后、跨时代的意义。磐石舰服役后，提升海军作战能力，为捍卫台湾周边海域安全及航运通畅提供最佳后盾和保障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，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